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世界海事。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世界海事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世界海事 Alam Maritime Resources Berhad 成立于2005年6月，是一家投资控股公司。业务主要通过旗下子公司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海上运输资源服务和海上设施、建筑和安装以及水下服务。公司的历史背景需要追溯回24年前，也就是1996年7月15日。那天是个星期一，是打工族们必须迎接的一个星期里的第一个早晨。或许多多少少会有些郁闷，但是对 Azmi、Shaharuddin 和 Muhammad Abdul Rahman 这3个人来说可不一样，因为就在那天，他们一起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 Majestic Line Sdn Bhd。 在公司成立后，他们并没有立刻开始运营业务，而是展开了长远的计划，以便公司在未来的发展可以取得正面成果。经过了17个月的策划，他们将公司改名为 Alam Maritime Malaysia Sdn Bhd， 并在半个月后开始正式营运。当时的主要活动是通过租用第三方船只来运输客户的货物和供应品，来提供租船服务。1年后，公司为了增加自身的优势，购买了属于公司自身的第一只船只。从那时起，公司开始成为海上资源船的拥有者，主要为马来西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公司提供服务，同时也通过担任第三方船舶的经理或操作员来发展租船和经济技巧。从1999年到2005年，公司只用了短短的6年时间，就在马来西亚拥有了14艘船只，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购买更多。随着生意规模逐渐扩大，公司在2005年6月成立了世界海事，以作为投资控股公司，向集团内的子公司提供管理服务。2006年3月，世界海事成功获得了首次公开募股的批准，并在7月份正式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5115 Alam。当时的首次公开募股价格是每股1令吉65仙，而认购申请甚至高于新股发行量的 8.68 倍，显示这当时的市场之澎湃，以及公众对世界海事发展潜能的信心。随着全球经济达到高峰期，世界海事的股价在上市1年后甚至一度接近3令吉左右。尽管后来发生的次贷危机和原油价格波动，世界海事依然创下几乎年年盈利的业绩，直到2016财政年。2016财政年是公司面对亏损的1年，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亏就不间断地持续了4年之久。世界海事的股价也已经不如首次公开募股时期，从每股1令吉65仙跌剩现在的10仙左右，下跌幅度大约 95%。截至2019财政年，虽然世界海事仍然处于亏损当中，但是公司管理层一直积极地想方设法将公司转型，目前还在努力中。世界海事是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的活动提供海上资源服务的综合服务提供商。目前的核心业务主要分为岸外资源船部门，以及水下服务和岸外安装与建设部门。岸外资源船是专门用于操作目的的船舶，主要是提供租船用的船只，协助地震工作人员进行地震勘探相关活动，船员和物资运输，海上钻井平台的拖曳和系泊，锚点处理服务，以及为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提供的其他资源维修和护理服务。岸外资源船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公司的核心业务，在2012年达到最高峰的44艘资源船，当中的资源船包括了锚式拖船、供应船、平台资源船和公用事业维修船等等。但是到了2016财政年，
公司开始有意减少资源船的数量，以便降低日益严重的船只减值和折旧。截至2019财政年，公司的资源船已经从高峰期的44艘减少至目前的38艘，而这年的岸外资源船部门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38%左右，是公司的收入来源之一。水下服务和岸外安装与建设部门是提供海上设施建设和安装服务，例如与海洋建设相关的服务、海底工程服务和海上管道建设相关服务，以及设计、制造和操作遥控潜水器等等。截至2019财政年，水下服务和岸外安装与建设部门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78%左右，并且已经超越了岸外资源船部门，成为了公司的最主要收入来源。现在来为各位介绍世界海事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世界海事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2761万令吉增加了 278.28% 至10443万令吉，净亏损则从去年的442万令吉扩大了 414.58% 至2272万令吉。营业额的增长主要是公司的水下服务和岸外安装与建设部门的收入比去年增长了 1626.48% 所致。至于净亏损的扩大，则是因为岸外资源船部门还有水下服务和岸外安装与建设部门双双都录得了负增长。公司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岸外资源船部门的合同减少了，还有水下服务和岸外安装与建设部门的成本比较高，以及保证金贡献比较少的缘故。而从损益表中也可以发现，公司所提及的成本费用增加当中，其实包括了销售成本、员工成本、其他营业费用以及财务成本，都比去年高出了不少。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减少了 13.68% 至5亿607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的固定资产比3个月前减少了1285万令吉左右，原因是公司把闲置船只出售，以降低折旧成本和资产减值。除此以外，公司的应收账款比3个月前减少了 38% 以上，代表着公司已经收回了顾客所拖欠的部分款项，对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的现金和银行余额比3个月前减少了 35% 左右。照这个情形下去，如果公司不采取新的行动，相信资金很快就会见底了。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减少了 21.88% 至2亿515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总负债减少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比起3个月前分别减少了 22% 和 30%。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公司的贷款了，看来大部分的长期贷款已经偿还了，不过短期贷款却有增加的迹象。进一步探查可以发现，主要就是回缴债券的中期票据有明显的变化，相信是公司进行了债务重组所致。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 38.18% 至749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支出主要是由于这一季度的税前亏损所致，另外还有公司积极的偿还供应商的欠款，也导致了大量现金流出。庆幸的是，公司这一季度也收回了相当可观的应收账款，所以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才会比去年少。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就从去年的3万5千令吉上涨了 188.68% 至10万01千令吉，都是从利息中获得的收入。涨幅看上去确实很多，但是实际数额也就一丁点而已，对于整个现金流表的帮助并不大。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从去年的现金支出转为现金流入，
现金流一共比去年增加了747万令吉至715万令吉。现金流的转变是由于公司在这季度发行了可赎回和转换票据所筹募到的新资金，以及预留作为抵押来担保借款的偿债基金。偿债基金是公司通过留出一段时间内的收入，并用以资助未来集资费用或偿还长期债务的基金。总结来说，世界海事的岸外资源船、水下服务和岸外安装与建设业务，通常取决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活动水平，而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活动水平，则取决于当前和预期的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只不过，无论原油和天然气价格如何变动，唯一不变的就是公司的资源船每年都会持续的折旧和减值。所以，如果公司缺乏新合约，导致船只的使用率降低，这将会对公司的业绩带来严重打击。除此以外，船只供应过剩导致市场饱和，还有新冠病毒引起的石油需求下降，也正一步一步地侵蚀着公司的业绩。未来可以说是充满着各种严峻挑战。尽管如此，公司的管理层已经展开了业务转型以及债务重组的行动，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看到公司转亏为盈。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